这警示我们呢，美国政府和国会很有可能在不理智的反华情绪的推动下，向台湾提供一些不该提供的东西。那大陆就只能用霹雳手段，把这个战争的策源地消灭在萌芽状态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宝敏说。这期要说的话题啊，是大陆解放台湾需要俄罗斯帮忙吗？美国要是用这个借口来武装台湾，后果会很严重的。大陆解放台湾需要其他的国家帮忙吗？以今天解放军的实力，我认为当然是用不着。但是台湾却有人担心俄罗斯会参与台海战争。有些人对苏联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呢，一直是非常的敬畏。这可能是因为当年呢，被日军追的是满地跑，而苏联红军一出手就消灭了150万强悍的日本关东军。然而怕归怕呀，在美国的怂恿下，台湾当局是干过海盗行径，得罪过苏联的。1954年的6月23号，台湾当局在美国情报的支援下强行拦截，并且抢夺了苏联的游船托阿普斯号，把所有的船员呢关了13个月才释放。托阿普斯号也被台湾当局据为己有。所以啊，当美国海军力量严重的衰退，已经很难有能力护住台湾的时候，他们当然担心俄罗斯的海空力量协助大陆实施台海战争呢。今天俄罗斯驻扎在远东地区的海空兵力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但即便如此，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东亚，那也是一支不能轻易挑衅的力量。虽然俄罗斯的水面舰艇部队比较弱小，但俄罗斯拥有为数不少的核潜艇，还有强大的战略轰炸机部队。如果台海发生战事，俄罗斯出手牵制住驻日美军或日本自卫队，那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与俄罗斯深化军事合作，完全是被美国人逼出来的。我们注意到，只要中俄联手行动，那美国就一定要吃亏栽跟头。朝鲜和越南就是证明。今年以来呢，中俄至少联合采取了2项比较大的军事行动，一次是联合舰队通过日本的津轻海峡，一次是轰炸机联合编队绕飞日本。这2次行动打在日本身上，是惊在美国的心里。如果中俄真的联手，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是没有安全保障的，那不仅解放台湾不是个问题，而且美国的整个西太平洋战略就会彻底的崩溃。如果局势演变到这一步，对美国的影响有多大呢？有这么一种说法，欧亚大陆才是人类活动的中心地带。美国之所以要四处伸手干涉亚洲或欧洲的事务，就是为了表现存在感。如果美国被轰出来亚洲，又被赶出来欧洲，就算能收缩到美洲大陆上休养生息，那等于是被整个文明世界给边缘化了嘛。所以呢，美国有那么一批人提出必须明确向中国表态，美国一定会出兵干预台海战争，阻止中国统一。更有甚者，一名叫做费雪里的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就在媒体上撰文表示，美国应该大力加强台湾的进攻能力，不但要自保，还有能力反攻大陆，甚至出兵打击俄罗斯。他鼓吹要向台湾出口 KC-135 空中加油机，这样的话，台湾的 F-16就能到日本海拦截俄罗斯的图95。他还认为应该向台湾提供射程2000公里和5000公里的导弹，让台湾能够直接攻击俄罗斯在海参崴的基地。不得不说这样的想法有点扯。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还没有糊涂到听信谗言，向台湾提供远程攻击能力的地步。但是当今的美国政治家普遍没有杜鲁门那样的历练，却不乏麦克阿瑟的狂妄。从特朗普到拜登、哈里斯都经常口出狂言，被幕僚提醒之后呢，才知道自己说错话了。这警示我们美国政府和国会很有可能在不理智的反华情绪的推动下，向台湾提供一些不该提供的东西。那大陆就只能用霹雳手段，把这个战争的策源地消灭在萌芽状态了，没有别的办法了。好，这期话题说到这里。